1899年6月，豪华游轮普罗米修斯号在从伦敦前往纽约的途中神秘失踪，船上1400多名乘客人间蒸发。4个月后，同一家公司的另一艘同款游轮，同样带着1400多名乘客，行驶在同一条航线上，却在途中收到一串神秘坐标。种种迹象显示，信号居然来自失踪的普罗米修斯号。罗盘失灵，大雾弥漫，诡异的歌声中，船员们纷纷坠海。迷航的游轮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What's wrong with that ship? 大家好，我是戴镜拿着话筒的拉塞偏偏。今天我要带大家看的是由德剧《暗黑》的原班人马打造，网飞限定悬疑惊悚剧《1899》。这部剧的世界观和《暗黑》一样层层嵌套，人物众多，每个人都藏着秘密，彼此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会先从最表层开始讲起，带大家一起逐层深入，挖掘普罗米修斯号神秘失踪的真相，揭开超自然力量的神秘面纱。我们的女主角小白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注射神秘药物消除了记忆。哥哥大白调查普罗米修斯号上的秘密，从此人间蒸发，不知所踪。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然是他们的父亲老白。随着老白的一句 "Wake up"， 小白的眼中出现神秘的三角倒影，随后从这场噩梦中惊醒。他正身处于科尔贝鲁斯号游轮头等舱，而非精神病院。但手腕上的勒痕，哥哥大白约了去纽约会合的信件，以及信件末尾不要相信任何人的警告，无一不在说明小白刚刚看到的一切都不是梦。小白对着镜子重复道：“我叫小白，来自墨菲尔德。”似乎在进行自我催眠，然后离开1011号房间，去往头等舱的餐厅。而他在梦中被关押的病房号也同样是1011。19世纪，美国移民潮呈现递增态势。从英国伦敦出发的科尔贝鲁斯号移民游轮还有7天就要到达目的地美国纽约了。普罗米修斯是为人类盗取火种的泰坦巨人，而科尔贝鲁斯这个名字也同样出自希腊神话，便是那把守地狱之门的地狱三头犬。这条船上的乘客主要分为2类，一类是头等舱的贵客，住在豪华客房，吃着珍馐佳肴。其中需要重点介绍的角色有4组。第一组是貌合神离的法国情侣阿珍和阿强，他们的结合并非情投意合的结果，而是婚约使然。阿珍乐于逢场作戏，阿强却闷闷不乐，就连吃成长快乐的时候都快乐不起来。Peut-être que si t'aidais un peu, au lieu de rester planté là, sans bouger, on fait la morte. Tu veux dire que c'est de ma faute? 第2组乘客是艺伎打扮的少女咩咩和她的仆人杨妈。你问她为啥叫咩咩？咁多把刀仔要你做咩㗎？没错，这位日本艺伎打扮的女子其实来自中国广东沿海某个渔村。至于她为何如此装扮，咱们暂且按下不表。第3组乘客是看着骚气蓬勃的骚哥和一脸拘谨、留着小胡子的神父，想必大家都看出来了，他们是一对同性情侣。最后一组是落单的小白和自来熟的绿衣大妈。小白在这层世界的人设是专攻大脑研究的医生，但是在那个年代，女性空有学习书本知识的权利，却没有学以致用的资格。而绿衣大妈貌不惊人，其实极善察言观色，她对以上每一组人都有所了解，咱们就叫她王婆好了。 They're all running away from something. Why else would someone ever want to go somewhere different? And if I'm not mistaken, that's also the case for you, my dear. 大家可能有些蒙圈，这都谁和谁啊？别担心，他们无论是外形还是性格都非常独特，一会儿就记住了。我也会随着剧情发展帮大家强化记忆，绝对不会影响观剧体验。乘客们都在谈论着普罗米修斯号失踪的谣言，从恶魔作祟到风暴摧毁，一时间众说纷纭。直到一个脸上有疤的男子闯了进来，寻求医生的帮助，讨论才暂时终止。男人叫小巴，来自游轮货舱里的另一群乘客，他们大多穷困潦倒，指望着移民美国搏一搏。近乎狂热的宗教信仰是支撑他们活下去的精神寄托。但是按照规定，这些穷人只能待在货舱。为了保证生命安全，头等舱的乘客也不准和穷人们接触，所以在场没人出面帮忙。冷眼旁观着小巴被船员带走，只有小白动了恻隐之心。他偷偷跟随小巴来到货舱，这才知道原来他姐姐小美怀有7个月的身孕，胎儿系在绕颈，母亲和孩子都生命垂危。
妙手回春的医术和不计身份的施救，让小白受到了穷人们的尊敬和小八一家的感谢。可是当小八的妹妹轻抚小白的肚子，问他有没有孩子时，记忆碎片突然闪现，一只绿色甲虫一闪而逝。小白顿时头晕目眩，表示自己没有生育能力，然后打算离开货仓，却要被小八拦住。小八想把珍藏的十字架送给小白，希望信仰能护他平安，却又激活了其他记忆碎片。这次出现了父亲老白、精神病院的束缚带和本剧关键道具一块神秘的黑色三角。小白赶紧来到甲板透气，紧握着金色挂坠，艰难地喘息着。正好偶遇了科尔贝鲁斯号游轮的船长，看过暗黑的小伙伴们应该都认出来了，他就是中年男主的饰演者。船长指责小白擅自下舱，坏了规矩。正在这时，大副传来消息，过去的20分钟里，他们不断接收到同一个信号。根据航道和发信范围推测，对方很可能就是失踪4个月的普罗米修斯号。信号的内容并非求救或示警，只有一组坐标。可奇怪的是，按照洋流推断，迷航的普罗米修斯号应该是飘去了北方，但坐标却在科尔贝鲁斯号的南方，事出反常必有妖。可船长好像中了降头，不顾船员的反对，执意要调转船头，向着神秘坐标进发。突然的转向自然引起了部分乘客和工人的恐慌。头等舱的骚哥误以为游轮要返回伦敦，顿时慌了一批。他和神父的身份都有问题，一旦回去，3分钟要被警察逮捕。小八的妹妹则想起了关于游轮船的恐怖传说，说是船员们杀了一头鲸鱼，引起海洋之灵的震怒，掀起黑色巨浪袭击船只，把船员都变成了影子。这传说要是真的，那估计小日子过得不错的国家，这会儿就没剩几艘渔船了。小白直接来找船长了解情况，得知以普罗米修斯号上的补给很难让1400多人撑过4个月。如果他哥哥大白还在那艘船上，恐怕凶多吉少。等小白走后，船长拿出一封信，款式和三角符号居然和小白那封信一模一样，甚至在背面都有同一句话：丢失之物终将寻得。不同的是，船长信封上是自己的名字，而小白的则是父亲老白的名字。这里给大家透个底儿，船上不止他俩收到了同款信件，信封上的话也和本剧的最终谜底息息相关，咱们到时候再说。接着看船长的骚操作，未免引起乘客进一步恐慌。船长向乘客们开诚布公，自然遭到了激烈反对。他们中要么有不能回头的理由，要么支付了高昂的船票。而对方只发了个坐标，甚至没有任何求救信息，情况十分诡异。凭啥要冒险前去营救？但船长力排众议，下令继续前往神秘坐标。这艘船你们爱坐就坐，不爱坐就跳下去，有去有约。乘客们抱怨归抱怨，但都很淡定。唯独那对法国情侣中的阿强，抖得比得了脑血栓的吴老二都厉害。我也不给大家卖关子了，阿强其实患有严重的癫痫，医生说他没几个月好活了。为了完成婚约，他只好瞒着未婚妻阿珍偷偷吃药，而这种药的副作用是起不来，所以阿强成长的时候一点都不快乐。另一边，动力舱挖煤的工人波兰哥珍藏着一张由某人赠予的印着自由女神像的明信片。他和大多数移民一样，也向往着自由的美利坚。得知游轮掉头，心里是1万个不乐意，便来到登船口散心，偶遇了一个陌生的黑人，见对方饿得眼冒绿光，便好心的把面包分给了他。这个黑人名叫小黑，利用天然的保护色躲在煤堆里混上船，随手偷了件船员的衣服。他的身份可不只是偷渡客这么简单，目的也不是去美国追梦，咱们到时候再揭晓。夕阳西下，夜幕降临，一艘游轮突然出现在海平面上，船型和科尔贝鲁斯号一模一样。凑近观瞧，赫然正是普罗米修斯号。船舱里顿时炸开了锅，大副建议回归航道，将普罗米修斯号的位置上报给公司，但船长决定亲自带队坐救生小船登舰。小白毛遂自荐，以医生的身份加入队伍。考虑到船上如果还有幸存者，可能需要精神宽慰，而且肯定有大量死者需要超度，船长又拉上了骚哥的 CP 神父。一行人在登船口碰上波兰哥和小黑，便把他俩也一起带上。船长、小白、神父，一个大胡子光头船员，加上波兰哥和小黑，6人组成的救援小组，在夜色中前往漆黑一片的普罗米修斯号。没想到神父刚走，骚哥就开始勾引货舱的穷人小八。早先骚哥在餐厅见到他时，就对他的伤疤充满了好奇，这会儿借着低烟的功夫，居然直接上手摸，吓得小八落荒而逃。另一边，营救小组已经抵达，船长带人登船，留下经验丰富的船员殿后。看到这强者的发型和胡子浓密度，咱们就叫这位船员奎爷好了。一连他们过了1小时还没回来，奎爷就回科尔贝鲁斯号求援。随着船长等人登陆，科尔贝鲁斯号收到的信号戛然而止。究竟是发信人看到了他们，所以停止呼救，还是另有缘由，咱们现在还不得而知。
普罗米修斯号似乎遭到了严重破坏，放眼望去，伤痕累累，船舱空空荡荡，1400多名乘客和船员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正在这时，地上一样东西吸引了船长的注意，定睛一看，居然是一条发带，和他小女儿的一模一样。可他的妻子和3个女儿，明明早在2年前就已经葬身火海。这究竟是残酷的巧合，还是神迹降临？还没等船长想明白，意外又发生了。他们找到了普罗米修斯号上的发报机，与其说是发报机，不如说是一坨锈迹斑斑的废铁。很明显，早就被人破坏了。那他们收到的信号从何而来？发信人又是谁？引他们过来有何目的？随着探索逐渐深入，谜团反而越来越多。5人组继续搜索，小白发现了一只绿色甲虫，和他记忆闪回里的一模一样。跟着甲虫的指引，他们来到一个被锁住的柜子前，似乎察觉到了众人的到来。被困在柜中的东西猛烈敲击着柜门。我不玩了，你妈了个逼！我柜子动了，我。船长立马掏枪指向柜子，神父光速吟唱，陪子弹附魔，管他是神还是鬼，出来就得挨一梭。万没想到，柜子里居然是一个一脸淡定的熊孩子，面对着枪口，面不改色。他掏出个黑家伙递给小白，正是记忆闪回中的黑色三角，准确的说，应该叫四面体，4个角。图方便，我还是叫他黑三角好了。与此同时，一名黑衣男子趁着夜色登上了科尔贝鲁斯号。在这个时候从外面登船，难道此人是来自普罗米修斯号？只见他来到了小白的1012号房门口。犹豫片刻，又来到隔壁1013号房，居然用一只绿色甲虫就打开了紧锁的房门。考虑到接下来这位黑衣人又用虫子钻了不少漏洞，咱们就叫他虫哥吧。虫哥将以1013号房客的身份展开只属于他的任务。第2天，熊孩子被救援队带回了科尔贝鲁斯号，暂住在小白的房间里，很快就沉沉睡去了。他身上除了黑色三角，就只有一枚金色婚戒，看不出有何异常。可随着熊孩子登船，怪事就接连不断。先是船长梦见了妻子和女儿葬身火海，从噩梦中惊醒时，眼中也和小白一样，同样出现了黑色三角。紧接着，大副终于找到了信号，收到一封总公司传来的电报，内容言简意赅，就俩字儿：沉船。接着就再次失联了。船长理所当然地认为公司命令他把普罗米修斯号弄沉，看来这艘幽灵船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还没等船长执行任务，船上又生变故，无论是指南针还是罗盘，全都失灵了。他们被困在了大海中央。不安如同病毒般传播着，货舱里的穷人们手牵着手，向着信仰的主祷告，坚信主的力量能让他们免于黑色巨浪的侵袭。动力舱的工人们猜到那条船上的船员是为了补给自相残杀，但为啥只有个熊孩子幸存了下来？锁住他的人又去了哪里？为什么要锁住他呢？ The boy. Maybe he's the wolf. Oh, maybe he's the wolf. I don't even know where to fucking begin with. He's the only survivor now. What other explanation could... 突然出现在动力舱的船长打断了工人们的胡思乱想，他给波兰哥下达秘密指令，偷偷检查剩余的燃料，打算违背公司的命令把普罗米修斯号拖走。但是以船长现在的精神状况，恐怕很难完成这样的任务。正如惊醒后的小白能够听到诡异的窃窃私语声，船长也听到了死去小女儿的歌声。Do you hear that? 返回船舱时，小白偶遇了虫哥，觉得虫哥似曾相识，而虫哥看小白的眼神也很复杂，但他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暂时隐瞒身份，毕竟这么早就揭露世界观的真相，观众肯定不买账。小白也顾不上太多，首要任务是从神秘的熊孩子口中撬出真相，但熊孩子一言不发，而再次把黑三角递给小白，似乎一切的疑问都能从这玩意儿上找到答案。回到加尔舱的船长越想越不对劲，公司斥巨资从德国人手里买下了一组共3艘游轮，科尔贝鲁斯和普罗米修斯是其中之2，后者的船体保存完好，回去修修补补还能用。为啥公司要把它弄沉呢？退一步讲，像克号和普号这么大的船，船员却没有配满，客舱也空出很多，货舱更是空空如也。一趟走下来，赚的钱还不够烧煤的，根本入不敷出。公司为啥会做这种亏本买卖？但大副却没想这么多，而是催着船长赶紧执行任务。毕竟幽灵船近在咫尺，时间拖得越久，乘客就越躁动不安。事实证明，他想多了。乘客们正各忙各的，骚哥违规下到货舱，将自己的烟盒送给小白。要不是八姐小美突然出现，没准他还要展开进一步攻势。
反观小巴，似乎也对这个骚气蓬勃的男人充满了好奇，但姐姐认为骚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于是没收了烟盒，要将这份畸形的爱扼杀在襁褓之中，还主动找上正在和神父谈心的骚哥，把烟盒摔在地上，警告他再敢接近小巴，就把他的小犄角嘎了。 ¿Qué? No me mires así. No me juzgues. No te atrevas a juzgarme. Yo nunca he pretendido ser algo diferente a lo que soy. 话虽如此，但骚哥的气头过去后，还是主动去船舱安慰神父。 原来这俩人不光是情侣，更是主仆关系。在骚哥长期的 PUA 下，神父对他言听计从，甚至还为他杀过人，似乎是杀了真正的神父，取代了他的身份。另一边，头等舱的阿强想方设法躲着未婚妻，却对有着御风情的绵绵心生好感，鼓起勇气上前搭讪，却被突然出现的杨妈打断。 王婆也适时的出现，暗示如果阿强真对妹妹有意思，他可以帮忙牵线搭桥。没错，王婆人如其名，正是一个拉皮条的老鸨，而咩咩本就是他手下的姑娘。偷偷和小黑潜入阿强的2101号房，将一枚勋章放在了桌上，却被突然回来的阿珍堵了个正着。勋章被阿珍放进了抽屉里，小黑也躲进了王避难所，趁阿珍换衣服的空档，才逃出房间。至于小黑和阿强的关系，咱们不按了，提前揭晓。 他俩本是法国士兵，可前线节节败退，增援又迟迟不来。阿强提议由他穿上死去中尉的制服，假扮受伤的中尉，而小黑则扮演拯救中尉的英雄，两人一起逃离前线。可小黑却极力反对，阿强不得已只好将他打晕，关了起来，只留下了中尉的勋章，便独自逃走了。 如今阿强能得到和阿珍的婚约，没准也是靠假冒的上尉身份。没想到小黑竟然能侥幸生还，还得到了阿强就在客号上的消息，便一路跟上了船。且着这小黑对故人阿强的未婚妻充满了好奇。阿珍被家族和婚约束缚，小黑被罪恶的往事纠缠，这两个被困住的灵魂碰撞，竟然有了些特殊的情愫。 然而，小黑毕竟是个偷渡者，以奎爷为首的船员们正四处搜寻他的踪迹，终于在走廊里堵到了他。一场激战即将开打。Weißt du, was wir mit blinden Passagieren machen? 除了大副之外的船员们对船长的决定颇有微词，认为他曾亲眼目睹妻子拉着3个女儿自焚，从此精神萎靡，整天酗酒，不再胜任船长的职位。似乎是为了印证他们的话，船长的幻觉果真愈演愈烈，竟然看到了小女儿的幻象，跟随幻象来到2103号房间，门自行打开，一阵空间波动，船长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老婆孩子都还活着的世界。 尽管他知道这一切不可能是真的，却还是忍不住拥抱着虚假的美好。Ich werde mich euch alles so sehen. Nein! Nein! 船长被弹出梦境，放眼望去，尽是断壁残垣，哪里还有妻女的身影？ 他似乎来到了普罗米修斯号，跟随甲虫的指引，船长爬上烟囱，顶开刻有3角符号的木地板，竟然神奇的回到了科尔贝鲁斯号自己的房间。当了这么些年的船长，他本以为对这艘船了如指掌，没想到自己床底下竟暗藏空间通道，连通向普罗米修斯号。对于生活在1899年的人而言，显得很难接受这样的设定。好在眼下就有一个人能解开他的疑惑，于是惊魂未定的船长闯进1012号房，把唯一的幸存者熊孩子摁在墙上，质问他普罗米修斯号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并将自己看到的都告诉了小白。但小白听完，只觉得他过于思念妻女，所以产生了幻觉，却没注意到他们谈话时，熊孩子正趴在门上偷听，而隔壁的虫哥也趁机出来搭话，暗中观察起熊孩子的情况。看来这俩神秘的外来者有着隐秘的联系。船长还不死心，他独自进入密道，却发现原本通往普奥的出口消失了，只剩下光洁的瓷砖墙面。难道先前发生的一切真的只是他的幻觉？正在这时，波兰哥传来消息，科号的燃料还剩一半，无论是继续前往纽约，还是就此返航，都绰绰有余。船长下令召集所有人开会，公布接下来的航行计划。趁着大部分乘客都集中在餐厅，虫哥开始行动了。他放出了一只甲虫，操控它将小巴的妹妹引诱到了甲板上。 I'm so sorry.
回到餐厅这边，虽然剩余的燃料足够这艘船前往纽约，但要是再拉着另一艘船，那肯定不够啊。所以船长决定要拉着普罗米修斯号返回伦敦。虽然遭到了所有人的反对，但他根本不在乎，这不是商量和建议，而是通知和命令。因为在这次航行开始前，他也收到了一封信，里面只有一张普号失踪的新闻简报和他家人的全家福。无论寄信人是谁，普号上的秘密肯定和他的家人有关，无论如何都得查清楚。可别说是乘客了，连船员都未必听他的。大副看似忠心耿耿，却掌握着一台特殊的电报机，收到了一串三角形组成的电报。船员奎爷看似愚笨，其实特别有主意。他提议先斩后奏，偷摸把普号弄沉再说。为啥非得听船长的呢？没想到下个转角，他就有了意外发现，必须船长来才能镇得住场面。没错，他找到了小巴妹妹的尸体。好家伙，暗黑也是一上来就死小孩，这编剧是跟孩子有仇吗？杀害小巴妹妹的大概率就是虫哥。随着虫哥正在自己的房间里，他手里拿的竟然是小白的照片。这俩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更可怕的是，似乎有人正通过监控盯着船上众人的一举一动。哎，等一下，电视不是1925年才发明的吗？这咋出现了监控，还是彩色的？不管那些，咱们先往下看。船长找来一位祖传的庸医进行尸检，女孩身上没有淤青和伤口，骨头也都完好无损，嘴里也没有中毒迹象，所以他初步判断是自然死亡，中风或者心脏病什么的。旁观的小白都王八般走读，憋不住笑了。前天小女孩还活蹦乱跳的，今天就突然心脏病发了，这不是扯犊子吗？她的死肯定另有蹊跷。庸医却不以为然，不过是死了个穷人罢了，这叫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他眼里，穷人的命还不如一顿早饭重要，还嘲笑小白这种女人压根就没资格行医。为了防止穷人暴动，船长决定向下面的穷人们隐瞒小女孩的死讯。正在这时，船速突然下降，无边无际的浓雾突然出现，将客号层层包裹，甚至已经看不清后面拖着的普号。先是罗盘，再是浓雾，船长只能下令停在原地，等雾散开再出发。再次遭到了船员和乘客们的不满。如今放眼整艘游轮，唯一可以相信的只有小白了。于是船长拿出了在普号上找到的发带，将一切都和盘托出。但小白的人设毕竟是医生，还是个专攻人脑的医生，自然怀疑是船长脑子瓦特了。还说人的所见所听所感都是电子脉冲的结果，并不一定就是真实的。这句话大家可以画一下重点。没办法，船长只能带他去看床下的通道。如今船长室的通道已经封闭，船长决定坐救生艇前往普号获取船长日志，揭开普号的秘密。见过通道的小白也自愿一同前往。尽管他们没有找到航海日志，却有了更奇怪的发现。普号船长室的床底下竟然也有一道刻有三角符号的暗门，可惜这里也和客号船长室一样，一道尽头没有出口。客号、普号和另一艘游轮是一个英国投资人打包从德国人手里买来的，公司对3艘船进行了修整。也许他们就是那时候建造了这些密道。刻在门上的三角符号正是轮船公司的 logo， 而购买游轮的投资人竟然和小白的父亲同名。其实不只是船长室，小白的房间里同样有密道。熊孩子趁他不在，带上黑三角从密道离开，过了一会儿又原路返回，将黑三角归位。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又干了什么。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紧接着一只甲虫打开门锁，来者赫然是虫哥。而熊孩子没有丝毫恐惧，似乎他也能操纵甲虫。Did you find it? 客号的探索还在继续，船长突然想起公司还装了另一个奇怪的装置，说着就带小白来到动力舱一台神秘仪器前。据说这玩意儿是用来测量蒸汽压的，光看构造都能猜到这玩意儿另有用途，而且似乎不像这个年代该有的科技。在接下来的探索中，船长从焚化炉里找到了还没烧完的航海日志，里面有一张乘客名单，顿时被上面的名字惊呆了。趁小白没关注这里，赶紧把名单藏了起来。我稍微给大家透个题，他在名单上看到了小白的名字，普号的乘客为啥会出现在客号上？在查明真相前，船长决定保持沉默。殊不知，在客号的各个角落里，一场风暴正在酝酿。察觉到船上紧张的气氛，王婆叫来咩咩验身，似乎高价把和他共度良宵的机会卖给阿强。毕竟船上的人在越紧张的时候，欲望就越膨胀。没想到这一验发现，咩咩居然是完璧之身。老板很清楚自己手底下并没有这种好货。其实他早就看出咩咩并不是自己手下的姑娘，但他并不在乎，毕竟物以稀为贵。原来真正应该在这里的艺妓早就死了，本该去纽约的是咩咩的朋友。咩咩眼馋，打算用母亲的药把朋友迷晕，自己取而代之。没想到下错了伎俩，直接把朋友杀了。母亲为了保护他，把朋友的尸体塞进木箱，石沉大海。而咩咩的母亲正是杨妈。
妹妹顶替朋友，假扮日本艺妓，杨妈则装作仆人，贴身守护。两人登上了去往纽约的客号。听说女儿打算卖身，作为过来人的杨妈和女儿大吵了一架。一旦身子脏的，就再也洗不干净了。呢一種恥辱，你呢一世都抹唔甩。你會墮落到我呢個地步，變成一個低賤嘅女人。妹妹愤然离开，躲进了甲板角落的木箱里，却突然想起死去的朋友。她就是这样被杨妈装进箱子，扔进了大海。在今天早上，妹妹就是做了这么一个被沉入海里的噩梦，醒来时眼睛也出现了三角符号。此时的妹妹吓得吱哇乱叫，好在被路过的波兰哥发现，带去了登船口。然而无处不在的浓雾将妹妹吞噬，逼她再次经历了背叛朋友的那一晚。至此，妹妹终于认清了现实，像她这种人不配拥有梦想，一旦夺走了别人的美梦，美梦也会变成噩梦。如今她能做的就是像一个精心包装的礼物，被王婆送给阿强。殊不知阿强有心无力，他的癫痫又犯了，手忙脚乱地翻着抽屉，拿出盖在信封下面的癫痫药。原来他也收到过和船长小白他们一样的信。这时阿珍突然回来，匆忙间药掉在了地上，阿强只好把药踢向角落，谢绝了未婚妻一起成长的邀请，独自离开了房间。阿强刚走不久，阿珍就发现了地上的药瓶，意识到未婚夫有事瞒着他。不久之后，阿强来到了妹妹接客的2105号房，欣赏着妹妹刚学会不久，所以显得有些生疏的艺伎表演。妹妹知道阿强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草草了事，正打算进入正题，却被阿强制止了。原来他来这里并非为了宣泄，只是想和这位异域女子谈谈心。可就连这么简单的要求都无法被满足，因为没吃药，他的癫痫再次发作，剧烈颤抖着倒在了地上。从中牵线搭桥的王婆自然小赚了一笔。就在他存钱的盒子里，居然也有一个信封。至此，船上已经有4个人拿到过信封。难道信件是某种选拔机制？花开2朵，各表一枝。大副趁船长不在，偷偷打开了登船口的暗门，用里面的3角按钮将昨晚收到的神秘电报输入其中。螺丝钉和裸露的电线，显然远远超出1899年的时代背景。本剧的第一层世界观即将崩塌。小女孩的失踪，加上船长无视乘客意愿的返航，穷人们不敢言而敢怒，毒妇之心日益骄固。要不是有信仰约束，分分钟发动暴乱。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是想制造骚乱，趁机夺权。奎爷竟然违背船长的命令，将小女孩的死讯告诉穷人们，还让小巴的姐姐带回了尸体。小巴瞒着家人和骚哥私会，俩人隔着栅栏门，互相在对方的裤子里握手。回来正好看见妹妹的尸体，愧疚与愤怒瞬间吞噬了理智。他捡起凳子，向着舷窗砸去。Ich komme nicht mehr durch. Das kann ich nicht. 奎爷见效果已经达到，愤怒和悲伤即将烧断最后一点理智，便独自离开。却在船舱里再次撞见了尸体，死状和小巴的妹妹一模一样。难道造成普号全员消失的病毒，或者什么妖魔鬼怪，顺着连接的铁链传到了客号上？奎爷慌得一批，他请求大副接管客号，带人切断锁链，继续驶向纽约。但我们都知道，大副另有任务，不想掺和船员内斗，于是奎爷只好亲自动手。他纠集了一帮忠于自己的船员，带上大部分穷人和工人，将他们武装起来，发动了政变。波兰哥企图逃走，通风报信，也被关了起来。此时，船长和小白刚刚回到船上，屁股还没坐热呢，神父就急匆匆地闯了进来，告诉他奎爷叛变的消息。可终究是晚了一步。船长和神父被愤怒的群众抓住，跟波兰哥和小黑关在一起，而大副和其他忠于船长的船员们则被带到货舱，由穷人们严加看管。政变没遭到半点阻碍，殊不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有人都没注意到，真正的操盘手虫哥拿出一台奇怪的遥控器操作了起来。原来这才是所谓蒸汽压测量仪的正确用法。虫哥到底是谁？他为什么知道仪器的用法？又为什么要把客号传送走？带着疑问，咱们接着往下看。神秘死亡事件并没有随着政变的成功而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几乎每1分钟都有人离奇死亡。奎爷只好放波兰哥和小黑出来，把尸体扔进大海。也许这就是普号上的人们消失的真相，他们都在离奇死亡后被扔进了大海。Hej, spokojnie. Spokojnie.
正在这时，团员们才终于后知后觉，发现近在咫尺的普号不见了。起初，他们以为普号消失了，可经过一番研究，发现是他们客号被转移了。罗盘已经恢复了正常，而客号也回到了3天前的地方。众船员们百思不得其解，险些把 CPU 都烧了，最终决定去他娘的！能想明白的，早拿诺贝尔奖去了，还能在这搬砖，接着往纽约开就完事儿了。反观霍桑的气氛就没这么融洽了。球员们决定干掉那群死忠派船员。关键时刻，大副急中生智，表示公司让他们弄成普号，是因为船上有诅咒，是那个熊孩子把诅咒带上了客号，所以才有人离奇死亡。因为语言不通，大副的话需要小美来翻译，但怀孕的小美不想大家伤害熊孩子，就没翻译这句。没想到被弟弟小巴说了出来，于是荷香时代的穷人们在大副的带领下，成群结队前往1011号，打算干掉熊孩子，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门口的小白表示，熊孩子是无辜的，却根本阻止不了愤怒的人群。房门被打开，可里面却空无一人。穷人们以为孩子跑了，就挨个房间查看，殊不知熊孩子就藏在床下的密道里。与此同时，船长等人也在设法自救，他们踢断铁管，打算从通风管道逃走。船舱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而这场骚乱的始作俑者虫哥则趁乱混进动力舱，继续操控着神秘仪器，酝酿着下一步的计划。穷人们挨个排查，把乘客反锁在房间里，终于查到了骚哥这里。带头的不是别人，正是小巴的母亲。他整天为大家传达神的旨意，算是这帮穷人的精神领袖。此时骚哥不慎叫出了小巴的名字，暴露了两人不清不楚的关系。迫于母亲的淫威，小巴只能冲着骚哥吐口水，象征着二人的关系彻底决裂。从癫痫中缓过劲儿的阿强回到房间，遇到了阿珍的盘问，终于对未婚妻坦白了病情，还有癫痫药的副作用。阿强什么都说了，却对假冒伤妹的事只字未提，这是他最后的遮羞布。没想到紧接着他就在抽屉里翻出了当年留给小黑的勋章，顿时大惊失色。小黑没死，那他就有暴露身份的风险，得想办法让小黑永远闭嘴。没想到他刚走不久，小黑就自己送上门来。他在波兰哥的掩护下逃跑，来有过一面之缘的阿珍这儿暂避风头。两人赶在穷人船房前离开，刚好偶遇了船长等人。私下里一合计，决定先去普号上躲一躲，争取修好上面的发报机，向外界求救。殊不知普号早就已经在10万8千里外了。愤怒的阿强回到房间，发现阿珍不知去向，顿时怒气更甚，从柜子里翻出手枪，打算干掉小黑。另一边，小白在熊孩子的帮助下，用甲虫打开反锁的房门，又顺着甲虫的指引，躲开了所有疯狂的人群，找到了逃到登船口的船长等人。船长以为小白是普号上的乘客，便质问他对那艘船了解多少。双方僵持之际，小巴带着奎爷赶到。奎爷那边表示，他们只要熊孩子，熊孩子也主动自首。但生性正直的小黑不能坐视这种事发生，正欲上前制止，肩膀上就挨了一枪，昏死过去。等小黑再次醒来，同伴们已经被押回货舱。他拎起铁锤潜入货舱，一锤一个解决守卫，放出了船长等理智派，号召大家一起救人。此时熊孩子已经被带去了甲板，被打上了恶魔的标签，要被当众处决。幸好小白等人及时赶到，双方战斗一团。阿强从小黑怀中夺回了未婚妻阿珍。没错，共同经历过几次险象环生的冒险，阿珍和小黑走得越来越近。另一边，小巴的母亲见局势混乱，竟然抢先把熊孩子推进了大海，而熊孩子也认命般没有挣扎。巨浪滔天，恐怕凶多吉少了。乱战中，双方互有损伤，船长决定战术性撤退，在餐厅暂时休整，然后私底下找到小白，给他看了普号乘客名单，希望他说出实情。没想到小白看了名单上自己的名字，竟然也很惊讶。正在这时，更加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一道白光透过缝隙，柜门自动打开了。以上就是德剧1899前4集的全部内容。这部剧上线之前，相信有很多观众都和我一样充满期待。毕竟主创团队的上一部作品可是让寻找电子榨菜下饭的观众们废寝忘食。顺带暴杀脸盲症患者的烧脑德剧《暗黑》啊，《暗黑》每一季的评分如今都在9分以上，更是在去年网飞的观众评选中击败了《怪奇物语》夺得冠军。时隔多年，打磨出的1899也不应该差到哪去吧？尤其是饰演船长的演员，也在《暗黑》中饰演了中年男主，没准2部剧还能来个梦幻联动。
前3集给我的观感确实不错。首先，特效绝对给力，1899的实景拍摄计划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作罢，网飞斥巨资搭了个棚，几乎全剧都是在这个棚里完成的。我们看到的海面、山坡等一系列场景，其实都是虚拟卷幕技术呈现的。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好比在角色四周围了一圈 LED 屏幕，不光可以实时呈现动态背景，甚至可以和角色互动。其次，本剧的服化道非常精致，完美贴合了1899年的时代背景，又根据角色的国籍和身份做出了差异，布景道具也颇有讲究。女主小白在表层事业的设定是专攻大脑、医术高明的独立女性，在她桌上除了一本大脑研究的书籍外，还有一本美国女作家凯特·肖邦的《觉醒》，这是她的第2部长篇小说。因为其中表达的女性主义观点被各报刊杂志大肆抨击，污秽粗俗、怪异病态。凯特的文艺社社员资格也因此被撤销，充分反映了当时女性的地位，也贴合小白在医学界受歧视的状态。船上传播着黑色巨浪侵袭捕鲸船的传说，甚至某些工人都对此深信不疑。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人的背后就有鲸鱼和船的纹身。除此之外，本剧的服化道细节中藏了一条关键线索，正如贯穿3集暗黑的关键符号三位一体结，1899也有个三角和直线构成的关键符号，分别出现在了小白等人收到的神秘信封、轮船走廊的地毯、床下密道的门板、阿珍的耳坠、面麦的和服背后，甚至熊孩子的耳后。熟悉塔罗牌、干过炼金术师的小伙伴们应该对这个符号很熟悉，它代表土元素，象征大地、寄托、神圣的母性、生育力和财富等等。在巫术中，代表汲取深厚的能量。土元素能促进各种物质或财富增长。它和其他元素的不同之处在于，土元素是基于现实生活而非精神。而这部剧从第1集的开头就用女主小白的口吻表述了人脑的想象力无穷无尽的观点，和土元素符号处在2个极端，也预示着它的最终命运。然而，从目前的某瓣评分就能看出，这部剧的大众口碑可以用铺盖来形容。我认为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1899无论是制作还是剧本，都远远比不上暗黑，让抱着看神剧的心态点进来的观众感受到巨大的心理落差。其次，这部剧的主线不明朗，纵观8集，只有小白和船长在认真解谜，剩下的偷情的偷情，搞基的搞基，闹钟变了闹钟变，完全不知道他们来干嘛。其实这个现象和本剧最后一层世界观有关，咱们到时候再揭晓。除此之外，1899的叙事节奏既慢又乱，前3集花费了大量笔墨介绍船上的10几个主要角色，剧情也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转场没啥逻辑，用梦境闪回的方式补充，手法也没什么新意。在解释没完的时候，光是并线和调整结构就烧掉了我一大堆脑细胞。很多观众看完前3集就弃坑了，别说等不到从第4集才开始的填坑解谜，更看不到最后1集反转再反转的神展开。我个人认为，无论是精致的服化道，还是结合了《黑客帝国》、恐怖游轮、深空失忆、楚门的世界等多部佳作核心元素的脑洞，这部1899都值得一看。我也会继续关注下期，尽力降低观剧门槛。符号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小白的名字会出现在名单上？虫哥熊孩子到底是什么人？来客号有何目的？神秘的25载大副到底在给什么人发送情报？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将在下期视频一起揭晓。最近开的坑有点多，麻烦大家多给片片点赞鼓励一下，点赞越多更新越快。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了个拜。